宋参元身怀非凡之力，他能在关键时刻操控时间流转，遭遇危机时，他能将时间倒流5分钟。他必须追溯导火线，并竭尽全力避免灾难。他被困于时间循环的漩涡，压抑着濒临崩溃的情绪，在城市间穿梭，递送美食。他心血来潮的漫画作品再次遭到冷漠的退稿，这不只是对他创意的否定，更是对他梦想的冷酷打击。内心的波涛在无奈中逐渐平息，变得麻木。他在一个瞬间消失不见，紧接着他又重现。时间倒退到危险发生前的5分钟，小哥迅速调整情绪，开始搜索周遭的不寻常，细致观察每一个可能的线索。路口的停止信号，被车轮碾过的废弃易拉罐，孩子在红灯前的徘徊和返回，这一切都预示着危险的再现。他不懈寻找潜在的威胁。眼前一辆失控的大货车逼近，货车司机似乎陷入了沉睡。他想到了那个即将过街的孩子，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。他急走追逐那辆货车，拼命敲打着车窗，努力惊醒司机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司机已经心脏病发，失去了意识。孩子的危险越来越近，他急促按响电动车的喇叭。孩子因喇叭声而幸运避险，但他却遭受了意外的撞击。同事艾黎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他陪他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确认他安然无恙后才离去。这个特别的快递小哥名叫阿雾。阿雾回到了自己的家中，他的母亲已从老家赶来，正在厨房为他准备食物。当得知母亲打算长留照料他时，阿雾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感。妈妈的话语安抚了他的心。夜晚降临，母亲关注着新闻上的儿童失踪案，询问阿雾是否还记得他幼时的危机。那时的阿雾亦曾身陷险境，但记忆已然模糊。好奇心驱使着阿雾想要了解更多。翌日，阿雾踏入图书馆，检索那周20的绑架案件。案件涉及3名受害儿童，其中2人曾与他同校同窗，凶手的面容映入眼帘。阿雾恍然大悟，竟是昔日的玩伴，那个勇敢的哥哥。这个发现让阿雾难以置信。周末时分，母子俩前往超市采购，偶遇同事艾黎，目睹艾黎意外跌倒，母亲立即上前搀扶。阿雾感觉时间又倒转了几分钟，他紧张地审视周围，同时示意母亲也留意异常。母亲带着疑惑四处张望，偶然间，母亲目击一名男子带着一位小女孩，直觉告诉他男子形迹可疑。阿雾抬头仰望天空，困惑于危机似乎已经解除。母亲目送那男子驾车离开，并机智地记录下车牌号码。随后，母亲热情邀请艾黎至家中做客，艾黎欣然接受，并充满喜悦。晚餐后，艾黎满怀感激告别母子，骑车踏上归途。阿雾与母亲准备回家，阿雾忽然回想起白日发生的一切，询问母亲是否注意到了什么。母亲半开玩笑的回答，险些上演了一场绑架剧。此时，他们俩均未察觉，一个男子正暗中窥视此刻的场景。次日清晨，母亲带着购物成果回家，思绪仍旋绕着近期的绑架案，犯罪手法惊人的熟悉，仿佛与18年前的事件相连。此刻房门忽然开启，一道身影悄然逼近。母亲意识到危险时，利刃已刺入她的腹部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母亲紧紧握住一张纸条。阿雾晚归家中，目睹血泊中的母亲，无论如何摇晃都无法唤醒，泪水伴随着他的悲痛。此时，他注意到母亲手里的纸条，耳畔突然传来门口的响动，判断是凶手仍在附近。阿雾立刻追了出去，邻居阿姨被响声惊动，呼唤阿雾。瞧见他的双手满是血迹，邻居阿姨被吓得大惊失色。阿雾瞥见凶手的背影，毫无解释地追了上去。他追至死胡同，环绕的警笛声中，才意识到已落入陷阱。凝视自己血迹斑斑的双手，无疑他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心中一紧，警察迅速赶到现场。阿雾焦急地寻找逃生之路。目睹这一幕，我感到急切。时光若能倒流，快施展你的超能力拯救母亲。万幸，阿雾成功时间倒流，但此次倒流出了岔子，阿雾变回了小学生。这孩子名叫阿雾，穿越时空来救遭谋害的母亲。每当危害临近，时间就会将阿雾带回犯案前。但这回他回到了5年级，走入教室，环视那些熟悉的童年景象。班主任巴代老师步入教室，教师向阿雾示意，让他回到座位，准备开始点名。阿雾轻轻点头，表示了解，向自己儿时的座位走去，脱掉外套，静静坐下。他对时间流感到困惑，难道是与那起18年前的案件相扣发？意外地遇见了母亲，他急匆匆地奔回家。一进家门，环视整个屋子，阿雾审视着那些既熟悉又古旧的家具，还有母亲留在餐桌上的午饭，心中的紧张终于得以舒缓。不知不觉间，他睡着了。到了傍晚，母亲烹饪晚餐的声音将他唤醒，目睹母亲安然无恙，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母亲为阿雾准备了他最喜欢的汉堡排，吃着母亲亲手制作的晚餐，不自觉的眼角湿润了，那熟悉的风味。亲爱的母亲，阿雾感受到了空前的幸福，他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，必须改变过去，守护这份幸福。第二天，阿雾如约去上学，无意间，一位穿红衣的女孩从他身边走过，女孩名叫楚月，是当年第一个受害者。阿雾凝视着楚月，陷入了沉思。楚月弯腰拾起文具时，阿雾注意到了他腿上的淤伤，他瞬间意识到，只有找出当年的凶手，
才能挽救自己的母亲。阿雾接近楚月，试图和她成为朋友，却被这个性格内向的女孩拒绝。阿雾并不气馁。次日，阿雾递给楚月一张生日邀请函，郑重地邀请她参加3月2日的生日派对。楚月被阿雾的诚意所触动，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尊重。楚月带着邀请卡害羞地走了。阿雾凝视着银装素裹的雪原，思索着月遇害时的具体年龄，灵光一闪，如果能确定月的生日，便可推算出他的遇害日期。怀着这个念头，阿雾急匆匆地去找八代老师询问。老师递给阿雾查阅的档案，出乎意料，楚月的生日竟与阿雾同日。这样一来，很可能他的生日前夕就是悲剧发生的时间。阿雾向老师告辞，转身向楚月的家赶去。他希望能尽可能地守护在惟月身边。敲门无人回应，呼唤楚月也无人答。他绕到屋子周围，来到后方的仓库前，发现雪地中散落的背包和书本。阿雾缓慢地推开仓库门，目睹了满身鲜血的惟月。他薄弱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楚月愤怒地让阿雾将门关上，不愿让自己的狼狈被他目睹。阿雾正准备冲进去，突然被从后面出现的月妈妈拉了出去。月妈妈面无表情地带着女儿回到屋内。阿雾呼唤着他们。听到这些，阿雾似乎领悟到了什么。这女孩的遭遇实在太凄凉。她叫做月，每个星期六，她的母亲都会亲手为她绘制这些图案。为了避免被同学们看见，每周一她都会选择在大自然中进行一番冰敷治疗，这是她每周一迟到的不变理由。阿雾心疼地注视着她。放学后，阿雾请求老师的协助，老师向他透露，每当有调查人员上门时，月的母亲总是不在家，因此案件始终无法有所突破。如果情况属实，老师也可能会离开目前的教职。阿雾表达了自己的立场，救出惟月是最重要的，即便离开熟悉的环境也心甘情愿。那一日，阿雾与月共同担任值日生，阿雾负责收集全班的伙食费。在班会课上，老师向值日生索取费用，阿雾搜寻桌面却一无所获。同桌的梅里指控惟月偷窃，班上学生纷纷检查各自的书包。楚月确实从包中抽出一叠现金。29岁的阿雾重回小学生身份，明白这一切背后的含义。他激烈的斥责梅里。此时，正义的阿雾给予了楚月一线希望。那天，阿雾为保护楚月免受责打，邀请他周六共度时光。月虚弱的拒绝了邀请。阿雾理解他的痛苦，直奔他家，获得月妈的允许。月妈以家务为由拒绝女儿外出，阿雾主动提出帮忙做家务，之后再一同外出。月妈仍然坚持己见，无奈之下，月妈转向女儿，询问是否愿与阿雾同行。月点头表示愿意，这激怒了月妈，她抬手欲打，幸亏阿雾妈妈时机恰当地制止了她，并对她进行了劝导。作为父母，应当支持孩子追寻心之所向。月妈面对这一幕，只得命令女儿回屋。得到允许后，阿雾与月一起前往山中欣赏圣诞树，这是阿雾精心为月准备的惊喜。虽然树木光秃，却显得比任何节日里的圣诞树都要动人。对于惟月而言，这是空前的初体验。来到了新的一周，惟月准时到达，阿雾心中泛起喜悦，回想起那个绑架案发生的日子，只要安全度过今天，就能救下那时受害的母亲。这也算他穿越时光回来，不虚此行。在3月1日这一天，阿雾始终陪在惟月身边，他绝不让楚月孤身一人成为不法之徒的目标，终于将他安全送回家门。阿雾在惟月家周围等到午夜，直到内心真正平静才离开。次日，楚月来到阿雾家庆生，朋友们纷纷送上祝福。母亲端出2份蛋糕，一份专为惟月准备，伴随众人的歌声，2位寿星共同吹熄生日蜡烛。小朋友们赠送了他们精选的礼物，阿雾也为楚月准备了礼物。楚月展开礼物一看，发现是一对温馨的粉色手套。到了晚餐时间，大家共享母亲精心制作的晚餐，朋友围坐一旁，谈笑风生，气氛既欢乐又舒适。楚月开启朋友们的礼物，里面有小熊挂饰，还有手工绘制的精美手帕，都是平凡小物，却充满了心意。这样的生日聚会，对惟月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，对阿雾而言亦是首次。派对结束，阿雾将惟月安全送回家中。楚月约定明天会补送礼物给阿雾。阿雾满怀期待，目送惟月进家门。阿雾的心情无比愉悦，这一天终于安然无恙，紧绷的神经得以稍作舒缓。疲惫的阿雾一回到家便沉沉入睡，母亲轻手轻脚的给他掖好被角。然而次日惟月迟到了，最后惟月为如约现身。这位女士实在冷酷无情，她提着一个满满的袋子走向垃圾桶，将袋子内容物丢弃其中，凝视着那堆废弃物，她脸上浮现一抹阴森的微笑，随即转身向屋内走去。穿越时空而来的阿雾目睹了这一切，他的目光锁定了垃圾桶，快速走过去，掀开垃圾桶的盖子，检视里面的内容。目光所及之处是惟月家带的名字，那是一堆惟月的衣物。阿雾感到震惊，他简直不敢置信。惟月不过失踪1周，其生死仍是未知，他的母亲竟然清除了他所有的衣物。袋子中的一双蓝色手套尤其显眼，那是惟月还未来得及送出的生日礼物。转过头，阿雾看到雪地中一串僵硬的男性鞋印，想起在前往惟月家的途中，公告板上已经宣布了第2个女孩失踪，明显事件仍在持续发展。此刻，
阿雾内心的剧痛无法用言语描述，他狂奔，突然回到了未来世界。那个母亲遇害的夜晚，他审视四周的景象，看到自己双手沾满血迹。这一回，他在巡警到来前立刻逃走。阿雾赶回租屋所在地，发现四周已被巡警围堵。在邻居的指证下，阿雾成了主要嫌疑人，他只得逃离现场。现在只剩下他自己来揭露真凶了。意外中，他被一辆电车撞倒，原来是艾黎驾驶的。艾黎关掉了阿雾的手机，以防 GPS 追踪，然后将阿雾带回了他的租屋处。艾黎始终坚信，阿雾绝不会是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。艾黎把阿雾遗忘的书地还给他，随后外出为他采购食物。阿雾急切地展开书页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书中的记载已经改变，原定3月1日发生的不幸现改为3月3日。阿雾的时间旅行果真影响了未来的走向。次日，阿雾在图书馆仔细研究资料，寻找案件的关键线索。尽管被告被宣判终身监禁，但他始终坚称自己的清白。阿雾在这样的重压下，心情沉重地返回艾黎的家。不知道的是，就在附近，店长目送他走回艾黎的住处，正拿起电话准备报警，却被突然出现的艾黎夺走了手机。他检视店长的通话记录，追问他拨打电话的真正意图，店长便称这是为了艾黎的安全着想。艾黎愤怒地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得知店长蓄意跟踪后，艾黎将其手机摔毁并丢弃，失望地离开。意识到形势已经暴露，艾黎带着阿雾躲至桥洞下避难。在确保阿雾安全后，艾黎决定回家取些必需品。离开之际，他将自己的手机交给阿雾保管，目送艾黎离去。阿雾内心充满自责，但随即阿雾接收到了母亲发给艾黎的短信，母亲的手机只有凶手可能使用。阿雾急忙向艾黎的家奔去，店长恰好路过，目睹了阿雾向艾黎家急速冲去的身影。当阿雾抵达之时，一切已成定局，艾黎遭遇了不测，阿雾只得听从店长的指引，迅速撤离了现场。在这一切中，他意外地在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，是被害者紧握至最后的。展开纸条，只见一连串未知的数字，这人命运实在凄凉。他的母亲不久前惨遭杀害，自己却被设计陷入嫌疑者的漩涡。他名叫阿雾。此时此刻，阿雾正途中潜逃，他拨打了那个被母亲紧握的号码，接听者是母亲多年的工作伙伴，亦是挚友的老泽。老泽将阿雾带到其工作室，墙上挂满了18年前案件的线索网络。老泽原来一直在私下调查这桩案件，他从抽屉中提取出一本厚实的档案，站起来递给阿雾。阿雾浏览着档案内页，想起勇气哥被捕的那一日，阿雾对自己未能伸出援手而自责。他深信勇气哥是无辜的。在另一方，同事艾黎因援助他逃逸，遭遇不幸受到重伤。目前，艾黎费尽周折摆脱警方监控，从医院逃出来与阿雾会合，准备透露凶手的相关信息，但是在不经意间拖来了警方。警察尾随而至，截停了阿雾，将他拘捕。艾黎目睹这一幕，深感内疚。阿雾被押走，正当他被带上车的瞬间，阿雾在人群中瞥见一双邪恶的眼睛正冷笑着注视他。阿雾挣脱警察的控制，拼命向前奔跑。这一次，他再次回到了小学的岁月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熟悉。月还坐在课堂里平安无事，时间回到了最初，这意味着他再获一次改写历史的机会。正沉思间，小伙伴们也走了过来，召唤阿雾前往楼梯间。贤也展现了他的细腻观察力和洞悉力，在细心观察后，贤也注意到阿雾对惟越异常关注。这样的阿雾与平时大相径庭，意识到无法再对贤也隐瞒，阿雾便将楚月所面临的危险坦白。贤也被阿雾的正直和勇气所感动，决定加入，共同守护惟越。终至3月2日，也是阿雾与楚月的生日，他们像往常一样快乐的庆祝。阿雾默默立誓，这一次必须确保月的安全，以改写历史。阿雾找了个借口离开，首先去到了勇气哥的办公楼下，破坏了他办公室的玻璃窗，以此制造不在场的证据。接着他找到了楚月的母亲，打算用自己制作的武器将他除掉，防止楚月因他而受伤。正当他举起武器的瞬间，被贤也及时拉住，这一行为确实鲁莽。阿雾与贤也商议出了新的计划。生日派对结束之际，阿雾如往常般护送月回家，但这一次阿雾将月引至一废弃的公交车前。此时贤也带来了取暖器，他们安顿惟越在此处，约好第二天清晨再来看望，让惟越放心在此处生活，不必去其他地方，并承诺将会守护他，然后便离开了。月感受到小伙伴们的守护，内心涌动着温暖。就这样，每当有空，他们就会去陪伴惟越。阿雾还特意叫上了广美，免得他孤身一人。历史显示，广美同样是受害者。一切都在按计划逐步推进，但在这个静谧的夜晚，一名神秘男子逐渐逼近，他的步伐声异常清晰。车内的月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躲藏在暗处。幸运的是，男子仅仅留下了一些东西，愤怒地跺了几下脚，然后就转身离去。楚月轻拉窗帘，目送那个恐怖身影消失在远方。机智的母亲预料到儿子会很早离家，便早早起来准备早饭，还特意多准备了一份便当。阿雾望着妈妈的忙碌身影，感受到浓浓的母爱之情。阿雾用餐期间，妈妈忍不住询问：这么早要去见谁？做些什么发？阿雾说只是个小秘密。显然他不希望母亲知道真相。母亲虽然明白，但未深究，递给他便当。
母亲的直觉通常是准确的，即使儿子未明言，她也能察觉大半真相。阿雾迅速吃完早餐，急匆匆地去找月，并把便当带给他。为躲避家庭暴力，楚月被安置在废弃公交车中。早餐送到后，阿雾匆忙离开去上学。另一端，由于多日未见楚月，八代老师找阿雾询问情况，阿雾镇定地应对，同时建议老师联系儿童保护机构。老师表示当晚会去楚月家调查。夜晚来临，老师与儿童保护机构的人按约到了月家，但遗憾的没有找到楚月的母亲。阿雾躲在一旁，远观发生的一切。接着，他赶往公交车与伙伴们会合。阿雾向楚月解释，一旦儿童保护机构完成调查，他就能与母亲分离。楚月听后非常开心，他告诉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他有他们这群朋友作为最坚强的支持。楚月拿出迟到的生日礼物给阿雾，凝视着手套，阿雾激动到泪眼朦胧。月透露给他们，昨夜一位神秘人士造访，留下了一些包裹。贤也展开包裹，提取其中的物品。面对这些异乎寻常的物品，阿雾与贤也感到不祥的预感。阿雾决定立即撤退，催促伙伴们快速收拾行囊。偶然间，阿雾瞥见一个纸箱，打开后发现满箱的煤球。阿雾未作深思，领着伙伴们一同迅速离开，却不知道阿雾带领众人抵达了自己家。他满心期待地推开门，终于可以放下心来。原以为会遭受母亲斥责，却得到了母亲的理解与招待，还邀请众人共享咖喱大餐。这位通情达理的母亲，屏幕另一端的你是否也会赞赏呢？妈妈通过电话告知了八代老师，约定次日送楚月回家。次日，女人听到楚月声音，怒气冲冲地开门，一开门就高举手欲动粗。阿雾的母亲立刻将楚月保护在后，并试图劝导那名女人，希望作为一位母亲能触动对方心弦，却意外地加剧了她的愤怒。女人回身抓起铁锹，楚月情急之下拥抱了她。这一幕被儿童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目睹，他们随后将楚月带走。楚月终于安全，可以摆脱这个冷漠的家了。阿雾戴上手套，向楚月挥手告别。然而阿雾并未返回未来，这预示着谜团尚未揭晓，凶手仍未落网。那天，八代老师带阿雾去同学家分发资料，老师向他透露，楚月的母亲失去了监护权，楚月不会再遭受伤害。阿雾感到非常高兴。老师询问阿雾楚月的隐藏地点，阿雾坦白告知，那是一辆废弃的巴士。八代老师对阿雾的聪明才智感到震惊。阿雾偶然发现箱子里露出许多包装纸，被好奇心吸引，他伸手去打开箱子，老师急忙试图阻止，话还没说完，箱子就被打开了。阿雾对箱子里的东西大吃一惊，那是一堆棒棒糖。老师迅速抓起棒棒糖，狼吞虎咽，它的吃相无比独特。老师解释是用来替代吸烟的，真是位古怪的老师。第二天，阿雾与贤也在聊天时，两人都认为事情并不简单，凶手尚未现身。阿雾得知贤也的父亲是律师，近期正为一起女童煤炉中毒案辩护，这让阿雾联想到公交车上的那箱煤球是否真的只是巧合发？这个男孩只是个小学生，实际上他是一名29岁的青年，他是从未来穿越时间而来的，他的名字是阿雾。阿雾路过告示栏，回想起第一次穿越时，公告上写着一个名叫小彩的女孩遇害，她是邻校的学生，凶手仍旧是勇气哥。阿雾心里暗下决心，既然时光倒流，他不能白白回来，他要找方法接近小彩，并将她救出。阿雾找到了勇气哥，希望从他那得知小彩的消息。勇气哥还是那样亲切，他乐于与孤独的孩子交谈，给予他们关爱与鼓励。阿雾回到家中，听着唱片，独自沉思。他意识到凶手总是对孤独的孩子下手，确保小彩不孤单至关重要。这一天，阿雾和伙伴们跟踪小彩，详细掌握了他的日常路线，通过时间安排分析，确定补习班结束到家的路最为危险。正当阿雾准备陪同小彩回家时，被后面叫住的妈妈打断，不得不转身帮忙妈妈搬东西。恰逢八代老师出现，如同天降救星一般，将他们母子俩平安送回。对于从未感受过父爱的阿雾，老师一再伸出援手，仿佛高大的父影，为他带来深切的温暖。翌日，阿雾和小伙伴们找到了小彩，他试图直截了当的与小彩成为朋友，却遭到了他的拒绝。这时小胖出现，真挚的邀请小彩参观他们的据点，小彩却漠然离去，看来这事并不容易。次日，阿雾一边走一边策划，远处传来了楚月的呼唤，阿雾兴奋地跑向声音，看到安然无恙的楚月，阿雾难掩心中的跃动。即便是在课堂上被老师扔粉笔头砸中，课后阿雾与一众伙伴前往据点游玩，那里是他们心目中的男孩浪漫之地。贤也站在窗前监视着灯塔下动态，他告知阿雾，小彩还未露面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小彩敲响了门，他接受了邀请，来到了据点。小胖热情迎接，并邀他一起玩起了黑白棋，这样小彩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另一侧，因餐费问题而被孤立的同桌梅里，时常遭受同学们的嘲笑。楚月目睹这一切，陷入沉思。他将梅里被孤立的情况告诉了阿雾，他将梅里的观赛计划告诉了阿雾。阿雾急忙跟了过去，步入冰球馆内，在梅里附近找了座位，默默地观察着他。忽然，梅里站起身离开了，阿雾紧随其后，却在转角处迷失方向。面前是两扇门，
一扇通往洗手间，一扇是紧急出口。阿雾推开了紧急出口，目睹勇气哥的送餐车刚好离开。难道是他发？关键时刻，阿雾浑然不知。此时危机正在悄无声息地接近。这个孩子从未来穿越而来，为了挽救他深爱的人，他正努力改变未来的命运。此刻，他急切地请求老师相助，追逐着前方的小型货车。他害怕连锁绑架案的凶手可能正伤害着他的同桌梅里。老师悠然自得地跟随，看到阿雾焦急的模样，随手递给他一个水杯，示意他喝水平复心绪。阿雾边喝水边听老师谈论人生哲学，却感觉老师的话语越发激进，试图打破尴尬。阿雾伸手取了棒棒糖，却发现里面并非糖果，而是安眠药与泻药。就在那一刻，老师展现出不寻常的笑容。阿雾惊疑地瞪大了眼睛。老师不再追随货车，而是驶向另一条道路，拐进了一条林间小径。阿雾意识到事态不妙，试图按下按钮解开安全带，发现安全带被篡改，紧紧固定。老师将车驶到偏僻处停下，他对阿雾透露那晚送他们母子回家后的事情，他正在准备执行他的阴谋，不料被阿雾意外打断。还有之前的楚月，这已是第二次计划受挫。老师开始怀疑这并非偶然，于是利用梅里作为诱饵，意图陷阱阿雾。他偷偷在梅里的饮料里下了泻药，随后点了勇气哥的便当。实际上梅里去了洗手间。事实上八代老师是幕后黑手。阿雾难以置信地望着老师，悔恨交加。这位他视如父亲的人，阿雾一开始就排除了他的嫌疑。然而一切已是太迟。阿雾所喝的水里安眠药的效果开始显现，他失去了意识，倒在地上。八代老师仍旧不断地讲着他的童年故事。原来是因为童年的不幸遭遇，塑造了他现在的性格。在他幼年时期，由于父母的过度溺爱，八代的哥哥常常以他发泄，还对许多女孩做出不堪的事，每次都让八代站岗望风。一次意外，哥哥意外害死了一个女孩，并将罪责推到八代身上。八代被迫帮哥哥处理尸体，最终他以自己的方式让哥哥悄无声息地承担了后果。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。说罢，他摇下车窗，松开手刹，让车辆带着昏迷的阿雾慢慢驶向寒冷的河流。夜晚，阿雾的母亲焦急等待他归来，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之后便瘫坐在地，无力承受。次日，八代老师在班上沉痛地通告阿雾发生了意外，并忍着泪水告诉众人，阿雾正处在生命危急的状态。这般演技堪比真实，奥斯卡影帝非你莫属。贤也难以接受这残酷现实，悲痛万分，匆忙离去。15载光阴荏苒，贤也蜕变成为辩护士。他始终不忘当年的旧案件。在那日，老泽前来找到他，提议合作。两位执着的男子的命运因此交织，而被害者阿雾依然深陷长眠。这位单亲母亲历尽沧桑，儿子阿雾是他全部的心愿，但他的心愿陷入了15年的沉睡。他一边忙碌家务，一边唱着儿子最爱的旋律。这歌他唱了整整15载，歌词如同刻在心头。随着唱片机旋律的终结，他起身去关闭它，但转身间他凝固在原地。那是他期盼了15年的情景。长眠的儿子终于睁开了眼睛。贤也与老泽正深入案件细节，接到阿雾母亲的讯息，简短的几字却令他激动万分。贤也面对窗外，泪水滑落，心中喜悦溢出。童年的伙伴终于醒来。阿雾在医院接受检查，从医生处了解到自己的长眠。医生询问他的最后记忆，阿雾却茫然无际。他突然意识到记忆中的空白难以填补。阿雾不知道他的15年换得了身边人的安宁。医生召来他的儿时伙伴贤也与广美齐聚病房。阿雾问起两人近况，贤也告诉他如童颜所愿成了律师，而广美则成为了医生。贤也正要提问时被母亲打断。他们认识到时候尚未到来，于是决定让阿雾安心疗养。道别之后，他们缓步离开了病房。在病房门外，贤也递给阿雾母亲一份文件夹，他将阿雾的历程详尽记录，并将决定权交予阿雾母亲。告别之后，贤也和广美一同离去。午后时分，楚月携孩子前来探望阿雾，目睹成熟的楚月，阿雾感慨良多。在交谈中得悉，楚月与广美成家，并育有孩子，名为未来。楚月向阿雾表达了内疚，他认为阿雾的困境或许与自己有关，尽管他已获得了幸福。阿雾向他保证无需自责，他自认命运由自己选择。重返病房，阿雾绘出了楚月与孩子的画像。完成作品时，他对自己的绘画才能感到惊喜。夜幕降临，母亲经过深思熟虑，将资料册交予阿雾。他相信儿子已成熟，应了解自己的往事。阿雾翻阅资料册，得知那一夜一位偶然路过的兽医救了他。幸运的是，水温极低，导致大脑进入休克状态，避免了脑细胞死亡。此后，母亲坚持每日为他按摩4小时。朋友们展开募捐，至今不止。他们愿与阿雾共同战斗。阅毕资料，阿雾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动力。他开始加强康复训练，期望早日重回户外。在康复过程中，阿雾遇见了患有白血病的小美，得知小女孩下周将接受手术，为她加油鼓劲。这时，女孩勇敢地将偷窥者击倒。阿雾注视着这位正义的女孩，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他突然站了起来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。他冲动地走向女孩，阿雾拦下女孩，向她表示感谢，并关心地问她手是否受伤。女孩表示确实用力过猛，有些疼痛，但她并不后悔她的行动。阿雾仰望着美丽的蓝天，脑海中浮现了另一幅画面。那位母亲实在太不幸了，她的儿子阿雾沉睡了15年，刚刚苏醒又再度陷入沉睡。这次阿雾又睡了1年零2个月。母亲看着儿子再度醒来，激动地紧紧拥抱。醒来的阿雾坚持不懈地进行康复，尽管记忆依旧模糊，但他从未放弃希望。阿雾再次抬头望向天空，回忆起上次失去意识的情景。这时，小美的呼唤声从背后传来，小美前来进行复查。她的手术1年前已顺利完成。两位老朋友愉快地交谈，无意中，阿雾注意到小美背包上的小饰品，记忆中的碎片闪过。小美提到是艾黎送的，他回忆起艾黎那天击倒偷拍者的情景。小美的叙述唤起阿雾的记忆，记忆中那位热爱摄影的艾黎，但他没有意识到，在不远的地方，有个男人正在注视着他们。八代老师看到阿雾醒来，心中的激动感也随之复苏，他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离开了。次日，八代老师来到阿雾所在的医院进行慈善活动。八代老师现已成为经济企划委员会主席西园学，他的助手劝他参政，西园学却表示他有不同的抱负，他满足于仅留在这座城市。在另一方面，与艾黎的邂逅让阿雾模糊地回想起未来的记忆片段。为了重逢艾黎，阿雾请求医生允许他外出，尽管状况不允许，但医生相信意志的力量，并特批他外出。阿雾感到非常高兴，但他该去哪里寻找艾黎呢？阿雾坚定地向前行走，相信脚步会引领他到达心之所向。不经意间，阿雾走到了起始的十字路口，看到地上的易拉罐，回忆涌上心头，想到那个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人，让阿雾的步伐更加坚定。命运总是如此不可思议。抬头间就看到艾黎走来，阿雾伸出手想要打招呼，然而突然想到艾黎被害的情景，无力地垂下了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从身边经过。回到医院，阿雾坐在病床上出神。这时，小美带着茶梅集会的传单进来，她邀请阿雾一起去看烟花和富士山。还在思考的阿雾被小美拉回了现实。面对这么热情的小美，阿雾不忍心拒绝，同时他心中开始酝酿一个新计划。茶梅集会当天到来，小美和朋友们唱歌的样子很开心，阿雾在旁边也感受到了这份喜悦。妈妈在另一辆车上与朋友闲聊，看到这，你们想到了谁？打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这熟悉的省市，没错。这时，司机拿起旁边的糖果放入口中，他又回到了这里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，阿雾将何去何从发？两辆车在高速公路飞速前进，一个接一个地，向着目的地驶去，最终抵达了目的地。这次的集会重逢了曾经的师生，他们之间的历史是15年的深刻纠葛。八代在人海中搬运物资，与阿雾的母亲擦肩，母亲目送那熟悉的身影，犹豫片刻，随后转身去准备午饭的材料，但内心的疑惑越来越浓，手中的大葱不小心断裂。阿雾注意到母亲的出神，询问她的疑惑，他边说边让小美开始切割青椒。此时的阿雾意识到母亲的话非同小可，因为他在活动前就已经和贤野策划好了这次出行。如今的阿雾已经恢复了所有遗失的记忆，他向贤野坦白，曾害他的正是八代老师。贤野并未惊讶，因为他已经怀疑八代学那时沉入池中的车和八代的车型相同，但警方因缺乏证据而无法将案件和他联系起来，因此贤野抓住这一线索开始调查。阿雾递给贤野茶梅集会的宣传单，贤野透露这个活动是八代策划的陷阱，警告阿雾不要冒险，他怀疑八代会对小美不利，并陷害阿雾。阿雾却想利用这个活动将陷阱转化为机遇，他希望在小美享受游戏的同时找到让八代自首的证据。二人决定合力行动。在另一方面，八代正忙着布置他的计谋场地，摆好所有物件后，他密封了窗户缝隙。酒后，他向一瓶水中投入安眠药。这时，阿雾和小美正沉浸在盖章游戏的乐趣中。阿雾尽力跟上小美的步伐，尽管恢复的还不错，但长途跋涉仍让他感到疲惫。他们虽未赢得游戏，但小美的快乐不减，因为那条邀请他欣赏烟花的字条，他将这个小秘密透露给了阿雾的母亲。之后的活动，小美和阿雾需要短暂分离。就在那时，阿雾接到了一则消息，他查看消息，发现是从母亲的手机发送的。八代果不其然采取了行动。阿雾早有预感，在下车之前已经和小美交换了手机。阿雾成功截获了本应发给小美的信息。阿雾把信息内容告诉了贤野，嘱咐他暗中保护小美。八代在另一边焦急等待小美的回复，不得不回去整理自己的装备。他意识到阿雾记忆恢复并干扰了他的计划，八代气得全身颤抖，决定启动下一个计划。阿雾询问母亲是否愿意一同观赏烟花，母亲困惑地问他是不是和小美有约在音乐会上看烟花。阿雾猛然察觉到情况的紧急，的确，那是八代趁小美分神时偷偷放入他书包的字条，也是他的另一个计划。阿雾迅速转身去追寻小美，又是一次漫长的跋涉。阿雾体力不支，回想起医生所说，人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
想到朋友正陷于危难之中，需要自己去援助，想要阻止任何可能伤害朋友的事，他的步伐愈发坚定。不自觉中，天色已经开始变暗。而这时，小美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原来是老泽在接到贤野的消息后，提前赶到，阻止了小美。阿雾终于放下心来。小美将那条字条交给了阿雾，阿雾接过，将这重要证据妥善保存。那个男人正在布置他的犯罪现场。今夜正是他等候了15年的决战时刻。他携带着一箱炸药向吊桥走去。男人停下了步伐，在吊桥的对岸，他期待的人已经提前到了。我正筹划着结束你的生命。八代老师确信无疑。阿雾的记忆已经归位。令他震惊的是，阿雾居然洞悉了他的阴谋。尽管他还在上小学时手机未普及，但幸运的是，他给小美的那张字条终究起到了一些效果。根据八代老师的预测，阿雾抵达的速度比预期要快得多。本应是八代布下圈套，小美正巧前来应约，紧随其后阿雾才会抵达现场。八代老师意识到阿雾已经不受局限，自己反倒落入了自设的圈套中。八代询问阿雾如何做到这一切。每当阿雾遭遇难题，他眼中的光彩又代表着什么？阿雾只是微笑。他向老师解释道，那是实现目标的决心，那是不屈不挠的觉悟。目睹阿雾步步紧逼，八代似乎回想起了小学时期的阿雾，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阿雾向他透露自己拥有穿越的力量，在小学5年级时他曾经历过3次，而目前他正处于第2次经历的2005年。阿雾反复提及那个特定的时间，八代惊讶地注视着他。这时天空烟花绚烂爆发，仿佛在庆祝阿雾即将到来的胜利。八代也在瞬间领悟了许多，他注视着面前坚毅的少年，缓缓地按下了手中的装置。随着爆炸声的响起，八代希望与阿雾共同赴死，以双方的同归于尽来终结一切。他拒绝接受世俗的制裁。阿雾艰难地站立，对八代宣告，不要幻想你的美梦能成真，那是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的话。阿雾重返水面，搜寻八代的身影。八代怒视着阿雾，他的计划再次落空。四周的灯光突然亮起，聚焦于八代身上。警方已经将其包围。贤野和老泽划船前来，成功将阿雾救上了岸边。母亲在岸上焦急等待，她紧紧拥抱着2位出色的年轻人。八代老师接受了正当的处罚。阿雾重新投身于昔日的工作，将自己的经历绘制成漫画。他钟爱的奇迹侠终于被改编成电影。那些曾因缺乏灵魂而被退稿的漫画，现在却好消息连连，将被改编成动画。阿雾的母亲正忙着做饭团，倾听着窗外的喧嚣，她忍不住为儿子的成就而喜悦。在另一头，阿雾在街道上漫步，寻找创作的灵感，看着熟悉的店长驾车经过。自从那次从深沉的睡眠中醒来后，重映的日子再未有过。不经意间，阿雾走到了桥洞下，外面飘起了鹅毛大雪。一个女孩跑了过来，纷纷扬扬地抖落着身上的雪花。